2月2日星期日，今天射雕有路演在武汉。影片的最后我会附上武汉路演花絮。昨天下午我刷微博吃瓜，听说2月3日在杭州，和2月4日在上海也都有路演，大家可以在微博蹲蹲哟。今天是大年初五，年初五迎财神，看射雕长好运，小财神肖战也来送财了。肖战工作室今天也是送出9场电影票，邀网友一起财源广进，事事顺心，什么都搞定。昨天下午，肖战工作室也有释出肖战的片场花絮照，肖战的新剧照每一张都充满了故事感，就连桃李草原身上也有一种孤独感。片方则是释出了会动的花絮，肖战摸摸旁边的白马，然后这一切都被暗中观察的小红马看到了，嫉妒时小红马面目全非，小红马竟然生气开启暴走形态。还有这只名叫文森特的小红马似乎好喜欢郭靖的那顶草帽，徐克的形容突然有了画面。今天射雕主创路演，大家惊呼影帝梁家辉真的好艺人，他平常就是这么活泼的吗？梁家辉在武汉路演现场拉着肖战和观众比心，能这么扒拉肖战的也只有这些老前辈了，好难得。观众也是没料想到郭靖欧阳锋戏外关系这么好。拍大合影时，梁家辉和肖战又在互相谦让中心位置，结果梁家辉突然一个熊抱又把肖战转回中心位置了，现场气氛好嗨啊！肖战现场还回英王有给郭靖取名的愤怒的脏脏包，静容之间被网友形容是伤心的草莓蛋糕和愤怒的脏脏包。肖战说也不是缠绵，正好属于两个人性格彼此的反差。郭靖比较单一执着的人，肖战还说名字是一个人的本根，大韩可能想从根本上把郭靖融为蒙古人，郭靖就算拥有一个蒙古名字也不会忘了自己的根源。此外，肖战听到小朋友说郭靖哥哥特别帅的时候，笑得好羞涩，好宠溺的笑容。最后，现场观众拍到肖战武汉路演下班，也很有礼貌地给大家告别，没有受到网络恶评的丝毫影响，大将风度溢出屏幕。要知道，那些批皮黑子到处带节奏，私信打着为他好的名义狠踩作品，大家要注意辨别。其实，真正喜欢和支持肖战的人，这个时候就更是不是去说这些得罪其他人的话。要分辨网络那一头的人是否批皮，其实很简单，大家不要被这些人带偏了，这跟5年前一样的无脑黑套路。粉丝心态要稳住，继续正面安利，不要受任何杂音影响。昨晚我刷微博看到一篇中影董事傅若清我们为什么拍射雕的文章。傅若清同时是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总出品人。68年前，金庸先生的作品《射雕英雄传》开始连载，从此掀开了武侠小说的新纪元。一个纵横东西南北、贯穿历史叙事的射雕江湖被构建起来。时间并未使其蒙尘，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精髓越发闪光，也让我更坚定了要把它拍出来的信念。初衷很简单，其一是始终未变的家国情怀。郭靖之名来自靖康耻，在故事之初，《射雕英雄传》就已奠定了家国大义的基调。这种质朴的情感今天仍能触动人心，引领观众去深思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也是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选择原著第34至40章进行拍摄的缘由。此段讲述的正是郭靖面对家国做出重要抉择的过程。电影中，我们一直在用心用情地解答，是什么驱动一个江湖中的普通年轻人成为大侠？又是什么给予了他武功之外的力量，敢于张开双臂，挡在100万军队面前，却誓死保护自己身后这片山河？其二是平凡人物的珍贵弧光。郭靖这个人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侠，他资质平平，多是凭借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逐渐取得武学成就，这让每一个正在奋斗的平凡人都能产生共鸣。在郭靖的成长道路上，无论江湖多么艰险，前路如何曲折，他始终保持初心，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这样的秉性在任何时代都是珍贵的。希望通过电影对人物的立体呈现，给予人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担当，成为自己心中的侠之大者。最后是武侠这一类型题材的独特性，在100余年的影史长河中，武侠类型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内容融合了中华武术、
东方哲学和中国精神，绚烂多彩，蔚为大观。我希望借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向当下观众传递这种精神内涵。深耕电影行业多年，我总能感受到光影给予我们的力量，而武侠亦有这样的能量。愿每一位观众在走出影院的那一刻，都能带着一颗更加坚定的心，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壮阔人生与山河岁月。与此同时，我也刷到一位影评人，是关于评价徐克电影的文章。比如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很看重导演对影像的处理方式。举个例子，郭靖回到帐篷里叫上母亲说要一起回中原，帐篷外突然狂风大作，吹得门窗合不上，因此帐篷内整场戏的光影效果就像帐篷外有千军万马正在狂奔而过。大家都知道人物心理外化是很基本的电影语言，就像角色很悲伤所以要下雨，角色很愤怒所以面前要有把火一样。但这里不仅仅是通过帐篷外狂风大作这个气候设定来突出角色心理和戏剧氛围，而是狂风造成了帐篷内不断闪烁的光影，是这个光影效果让整个帐篷及其中包含的所有角色本身、角色情感、角色关系，似乎都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稍纵即逝的氛围里。所以整场戏我都在看这些，对于整部电影也是这样。上述例子还有郭靖在黑夜大雨中骑着马奔向山间雷电，本身设定就足够浪漫惊艳，还注意到徐克先用了一个跟拍郭靖的过肩镜头，来给观众展示他骑马奔向的方向，或者说两处山头引雷呼应的奇观，紧接着跟了个似乎是手持的主观镜头来强调心理氛围，包括还有闪回、旁白的具体运用方式，跟着人物情绪和创作动机剪辑的叙事节奏，包括几个主要角色不同的外在状态。不是说这些东西有多么牛逼，实际上可能都只是基础操作，是电影应该有的东西，当然也是绝大多数国产院线片压根没有的。但这些东西的确让我的观影体感变得极为舒适。我很理解一些观众并不看重这个，我也清楚大家提出的其他那些问题。看完电影后，我也一直在想，为何我在注意到那些问题的同时，还能有舒适的观影感受，并没有翻白眼，并没有吐槽冲动。这种主观的舒适来自于哪里？甚至为此还看了第二遍。所以我们最终都还是觉得需要为射雕很客观存在的优点，尽管体感是主观的，说几句不是为了说服谁，或许只是想解释下我们眼中的射雕可取之处，也希望有更多人能注意到，无需认同或者重视这些优点。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最后我们要跟他们说再见了，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的电影进行热烈的讨论，谢谢大家。好，各位宝子们，再见。祝好，郭靖之结束。对这个，欧阳锋还挺忙的啊。最后我们要跟他们说再见了，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的电影进行热烈的讨论，谢谢大家。下站。好，各位宝子们，再见。请点好你们的手机，请点好你们随身物品，回到座位上。大家快回到座位上。我觉得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人的本根吧，所以我觉得大韩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我理解的是可能他想把郭靖从根本上拢为自己的人，但是其实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名字的根本上来说，我觉得郭靖就算是拥有了一个蒙古的名字，但是他还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源，所以我觉得郭靖他说出了那句话，哪怕我有了一个蒙古的名字，但是我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本名叫郭靖。对，是，说得好。因为心中之大义啊，这个人民之安宁才是郭靖内心永远的信念和追求啊。安小友，那个我今天是第一次看，这么长的武侠电影，感觉郭靖哥哥特别帅。哎，这还用你说嘛？这当然。也很可爱。然后谁很可爱？然后两位
位姐姐也很漂亮，而且也很帅。然后我印象，你们愿意看到这样子的爷爷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郭靖在蒙古大营里面表演才艺，让我也想到了我们这群小孩过年回家的时候也要给长辈们表演才艺。谢谢，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哇！谢谢勇敢的小朋友，以后过年你有新的表演才艺的段子了啊！就像这个，那我们首先有请电影导演徐克，欢迎徐导，有请徐导。同时，我们要依次有请电影的领衔主演肖战、庄达菲，欢迎观众朋友。同时，我们欢迎特别演出梁家辉，欢迎家辉哥，掌声再热烈一点好不好？也以及主演张文兴，欢迎。来，我们掌声持续一点，给你们3秒钟时间，再次欢迎5位主创。来，我们稍微的换一下位置啊，导演中间来。我们请各位主创，对，家辉哥，想请您到我身边来。虽然您在戏份当中让人觉得很恐怖，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知道您还是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和蔼的，对吧？来，家辉哥的眼神已经上升了啊！来，我们接下来请各位主创依次跟武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首先有请导演。各位武汉的朋友，你们好！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谢谢，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来，依次有请肖战。武汉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初五，要迎财神呢，祝大家发大财，然后好运一整年，谢谢。来，周周，武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达菲，祝大家新年快乐早日暴富，谢谢。谢谢啊！来 ，yes， 那个家辉哥，也给大家送上一点大年初五的祝福。想来，我们请麦准备一下啊，我们没有，先让华珍公主来。OK， 先请文心来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文心，在电影中饰演华筝。新年快乐，祝大家万事胜意，谢谢。欢迎非常飒的草原公主啊！来，所有武汉的观众朋友，大家蛇年好，我是玩蛇的，所以希望大家在整个蛇年事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家辉。来，有请。好，我想说什么呢？我刚突然又想到一个感受，那我也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在物是人非之后，在经历了万千之后，你还是你就好。谢谢。谢谢永宝。请大家再进电影院重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谢谢射雕的剧组。在这里相约，期待你的回信。险胜居士欧阳锋。干嘛现场回信啊？新年快乐！番外篇啊，这个欧阳锋和这个郭靖啊，相名一笑啊。这个现场可以回应2句吗？现场回信的话，那郭靖现场回信就是，尊敬的吸毒前辈，真的从头开始写啊！祝好，郭靖结束。对这个，欧阳锋还挺忙的啊，一边要这个客气假客气啊，一边还要鼓励一下，然后一边还要宣战啊。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
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